直到现在，在很多人眼里，木匠仍然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职业，因为在以前基本上是吃不饱饭的人才会去学木匠。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，我们每一个改变别人看法的行为，都是在改变这个世界。欢迎加入手艺人行列。你好，我是瑞，一个野蛮生长的手艺人。当你打开这个视频的时候，也在为自己打开另一扇门。创作是人的天性，这里不是比赛，也没有得分，只有你自己最真实的感受。这是我的开场白。其实原本准备了挺长一段，现在觉得有点啰嗦，不打算再讲了。我要给你讲个故事。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木匠做了一个窗棂，就是窗户上那种格子结构，我觉得很好看。当时就在想，做这种事情我也可以。后来又在手机上刷到国外木匠制作家具，那种整洁、安静、专注的状态让我很上瘾。一几年的时候，在国内这种手艺视频并不多，我就到处找，每天闲了就看。我感觉把所有这类手艺视频都看遍了。当时我正在开餐饮店，在他们眼里，我着装太干净、太瘦，不像个厨师。厨师和木匠总是给人一种固定的形象。当时看到这种专注整洁的木匠，心里就在想，原本这个职业也可以很体面。我又一次觉得做这种事情我也可以。短暂又漫长的一段时间之后，大概是15年的春天，我在楼梯口捡到一块别人装修时扔掉的红木边角料，拿回家做了一个简单的笔筒，其实就是在木块上钻了几个圆孔。当我裁切整齐、打完孔、打磨光滑之后，当时就不行了。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木头打磨光滑之后的触感。我抱着它睡了1个礼拜。接下来我开始买各种工具，买木料，开始做戒指、做手镯、做花架等等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做了一张欧式木工桌，就是我现在木工房一直在用的这张木工桌。当时白天大部分时间要忙店里，我就下午抽空溜回去做一会儿，晚上关店再干到凌晨1、2点，就这样半个月我完成了这张木工桌。你知道吗？那切切实实是走进了另一扇门的感觉。我跟自己说，我以后一定要干这个。17年下半年，我们把餐饮店关了。那个时候没有想过具体要做什么，能不能做好，反正我就是要做东西，我要每天过那样的生活。一边对自己很自信，因为没有人教我都可以完成一张木工桌，想做的东西一看就会；一边又觉得自己很无知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学过，连那些木材和结构叫什么我都不知道。于是去工厂上班，学习了2个月机械工具的使用，买各种书了解专业的木工知识。又是漫长又短暂的一段时间之后，18年底19年初，我和佑佑加一条狗，我们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。我还没有学会做家具，先学会了干装修。没有请师傅，我们2个忙了2个多月，装修完连狗都累脱相了。那是又一次义无反顾的开始，不给自己留后路。现在想来，那种盲目的方式并不是最好的选择。现在知道投资要平衡风险组合，创业也最好在有保障的前提下运行，否则只会拖慢成功的脚步。好在我们运气不算太差，还没有破产。从菜板做起，到现在可以制作各种家具，每天都在学习和进步。这就是我简单的经历，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可能有人会想，我一个野路子出身，哪来的勇气给别人上课？我的勇气肯定不是梁静茹给的，都是我的学员、粉丝和客户给的。是他们给我机会，让我尝试各种可能。他们的肯定让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很有意义，是他们的认可让我越来越自信。关于这次的课，我们已经考虑了半年左右的时间。这期间用10天录过一次，后来全盘否决，因为觉得大部分内容没有新意，在别的地方都可以找到。最主要的是那种从每一个工具讲起，到各种结构的制作，讲一堆理论，实在太枯燥，连我自己都没有兴趣。而且这跟我自己的学习过程相违背。
如果我是我自己培养的第一个手艺人，那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去教别人呢？所以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告诉你怎样成为一个手艺人。手艺它不是一个结果，它是一个过程。如果有人跟你说手艺必须要从小开始学，你就让他滚。无论你是20岁、30岁还是50岁，对于你来说，这都只是一次体验。我要再说一次，这里不是比赛，也没有得分，只有你自己最真实的感受。如果没有条件去学你想学的东西，我会选择自己创造条件，我会自学，自己思考。每当回想起自己的成长经历，我都会非常感恩，因为现在真的是手艺人遇到的最好的时代。你可以很容易就能找到自己想学的东西，可以比较简单就能买到好用的工具，哪怕是10几20年前，这些都是不太可能实现的。从去年6月份，我们开始有了线下课程。我要感谢那些花了很多学费来当小白鼠的学员，是他们给了我上课的经验和信心。和学员相比，其实我学到的才是最多的。后来发现线下课程有太多的局限，一个是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空闲，很难和学员的时间凑在一起。一个是地方偏远，不太方便。当然，线下课程学费也比较贵，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有一些负担，所以我们才有了这次的线上课程。一直拖着没有上课，让你们久等了。这个课的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2个三角形，对，就是几何图形中的三角形。这2个三角形，一个是外显的能力，一个是内在的修炼。有兴趣的可以来听一听。不过现在我要告诉你不要来听的5个理由。你没听错，就是不要来听的5个理由。第一，我第一次做线上课程，你来了就是小白鼠，有可能我讲的都是错的。第二，但凡是学习都会很枯燥，花了钱也不一定会有收获。第三，如果你觉得我做东西还行，那是因为我找到了自己的方法，未必适合你。第四，听是学习效率最低的一种形式，每次大概只能吸收10%，你需要跟练和听很多遍，这很难做到。第五，你帮我想吧。